12月26日星期四，肖战的莫森全新广告大片来了。这一次是皮衣酷哥风格，肖战和莫森合作很多年了，也是拍下了肖战的很多风格，儒雅的、精英范的、运动风的、学生风的，都是不一样的肖战。所以今天下午我特别集合了肖战给莫森拍的 TVC 广告混剪做影片。昨天下午我刷微博吃瓜，看到有人在刻肖战新歌晚安，王老伯新歌我在，合起来就是晚安我在。对此有网友精准锐评，想当年王老伯、乐华在热烈上映前狠下心要和博君一笑 CP 粉切割，因为热烈是为王老伯量身定制，他们押宝票房大爆，认为王老伯后续可以飞升。但是热烈票房扑街以后，乐华又萎了，开始往回扒拉 CP 粉，以脱粉的 CPF 就会知道王老伯什么时候切割过，一直又当又立，需要氪金的时候就从上到下的卖腐，怕影响的时候就又屏蔽这个屏蔽那个，骗伪粉马桶姐姐去氪金罢了。说回肖战主演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射雕的联合出品里还有中新网，这个在预告里都没写，预告里只写了主要几个出品方，肯定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出品方，希望他们都能在宣传上多发力。近几天刷微博时，看到有网友讨论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女性角色，尤其是看到曾经在《甄嬛传》里演皇后的蔡少芬。蔡少芬在《射雕》演的是郭靖她母亲李萍，李萍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怀着孕，不仅一路逃亡，还甘苦力吃马尸，孤身雪地产子，自己咬断脐带。她这么厉害，肯定也是一个练武奇才，体力超好。而且她不仅把郭靖生了下来，还把郭靖教育得这么好，太厉害了。只是郭靖在4岁时才会说话，并且直到6岁时还不能把一件完整的事情表述清楚，始终都是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。呆头呆脑的样子，用比较神棍的话来讲，可能是三魂七魄出了问题，应该是小的时候经历过什么惊吓，然后被吓到了，突然有一天开窍，可能是魂回来了。还有一种说法是郭靖身处在双语环境，导致贵人语迟，郭靖看起来是晚成，实际上却是年少成名。还看到有网友说，论最会拍女性的电影导演，徐克论第二，估计没人敢论第一。女明星到了徐克的镜头下，总能被挖掘出不一样的美，最美的当然是王祖贤和张曼玉的白蛇和青蛇。徐克把女演员骨子里的妖性全部激发出来了，同时又做到了妖而不媚。即便电影里青白两蛇在搔首弄姿，观众也只会觉得是蛇之本性，并不会觉得他们是在取悦男性观众。最颠覆的是林青霞，在《笑傲江湖》之前，林青霞可是琼瑶女主，是甜美的大美人。但是徐克看到了她身上的阴气，甚至把一个男性的角色写成了女性，让她来演。从此以后，阴气成了林青霞最显著的特征。最力挽狂澜的是狄仁杰之神都龙王里的银瑞基，大家都知道是演银瑞基的演员，属于演技会让颜值蒙尘的水平，但是这是唯一一部让观众觉得他在影视剧里也很美的作品。徐克会拍美女，毋庸置疑，但我觉得更可贵的是他懂女性。很多导演拍美人是带着男凝视角的，觉得能吸引男性就是美，比如姜文拍邪不压正，许晴在其中也有一段被称作很美的镜头，但是这种镜头在同为女性的观众看来是不是的，因为她的美很外在，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幻想而拍摄的。但是徐克不一样，新龙门客栈里的金镶玉同样喜欢卖弄风情，但是女性观众看了就不会觉得不适，因为都看得出这只是她的伪装，她的妩媚不是为了攀附男性，而是用来对付对她图谋不轨的男性的。不只是金镶玉，包括青蛇、武则天、祝英台等在内的一众徐克电影里的女性，她们其实都有很强的主观性。青蛇会直问白蛇为了一个男人值得吗？武则天会责问长孙无忌不归顺于她，是不是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？祝英台对抗的不是父母，而是整个封建礼教。徐克的镜头下，这些女性或者妩媚妖娆，或者天真动人，或者权势滔天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她们为了自己而活，
敢于反抗所有的不公与轻视。她拍出来的不仅仅是女性的外在美，更是内在美，所以她镜头下的美女是美上加美。这一点，在她的最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》里，再一次得到了印证。在大家的印象里，黄蓉就是穿着鲜艳裙子，古灵精怪的模样，是黄老邪的天之娇女，是郭靖捧在掌心里的蓉儿。但是徐克让黄蓉摒弃了这些依附于别人的形象，让她穿黑衣，素面朝天，眼神凌厉。射雕预告里的黄蓉只有一个镜头，就是手持打狗棒，摆出架势准备御敌。此时的黄蓉不再是黄药师或者郭靖的附属品，她是丐帮帮主，是守护襄阳城的女侠。徐克让黄蓉回归了她的本位，去挖掘属于她本人的价值。世人都只记得黄蓉与郭靖的爱情故事，徐克却在努力唤醒她也是护国护民的侠之大者。在徐克的镜头下，黄蓉有了侠气，而华筝则有了野性。在以往的影视剧里，华筝就是黄蓉的对照组，是纯纯的恋爱脑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刁蛮任性。但是大家都忘了，她是草原的公主，是马背上长大的女人，草原民族的女儿，又怎么可能只会教滴滴？所以在射雕的预告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华筝，她骑着马带领一众人高马大的护卫前行，气势上一点也不输给男儿。发号施令的时候，更是有王女之风。这一次，华筝不再是金融感情里的 NPC， 她有了更符合她身份的设定，颠覆性的女性形象，让我对英版《射雕英雄传》充满了期待。不知道这一次徐克又会怎么展现两位女演员的美。而在射雕里，徐克不仅爆改女演员，同样爆改了男演员。其中最让人有惊喜感的，当属肖战饰演的郭靖。《射雕英雄传》影视化过很多次，其中我觉得李亚鹏版的最为表象，把郭靖演得过于憨气，甚至有点为了憨而憨。黄日华和张智霖版的郭靖最为成功，他们演的郭靖是至纯至静，是单纯而不是傻气。而这一次肖战版的郭靖与之前的几个版本都不一样，他突出的是郭靖身上的侠气。在金庸的笔下，真正能成为大侠的是郭靖和乔峰。乔峰的侠气很多人都演出来了，但是郭靖的侠气此前却从未有人演出来过。但是这一次，肖战让人看到了他忧国忧民的眼神，看到了他为了大宋百姓守襄阳30余年的赤子心。为了演好郭靖，肖战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，猛练武功，不需要替身，也不需要威亚，就能完成跪地绕身抗击敌人的高难度动作，一套拳法行云流水。英版射雕的武术指导是大师袁和平，相信到时候一定会在电影院里震撼观众。除了肖战，梁家辉的欧阳锋也看点多多，他能被称为百变影帝真的名不虚传，演啥像啥。这个版本的欧阳锋既有大毒物的阴狠气质，也有大人物的霸气，完全符合我对欧阳锋的想象。胡军一直给人的感觉都是沉稳的，演过的角色大多也是稳重派的，这一次却在电影里饰演有点孩子气的洪七公，也是很大的颠覆。对此，你又是怎么看的呢？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，快乐就像。